2名男子惨遭杀害，27万不翼而飞，凶手隐姓埋名，逃亡路上艳遇不断，受害者不断增加，12万警察却迟迟无法找到凶手，直到一名10岁女童出现，案件才发现了逆转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每周奇案。片尾彩蛋有推理谜题，你能解答吗？答案下期公布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63年，故事的开始。1963年10月18日，在福冈县的一条山路上，发现了一具男尸。该男子名叫村田裕夫，58岁，是烟草公司的员工。另一具男性尸体在距离现场仅2公里处被发现，死者名叫森武郎，38岁，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司机。村田先生从事烟草分销和收款工作，他的司机是森先生。凶手拿走了村田在执行任务时收取的27万日元现金后逃走。福冈警方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和其他证据，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，就是住在附近37岁的前司机西口章。西口有4次诈骗和盗窃前科，福冈县警方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通缉西口章。第二天，与一名女子同居在九州一家旅馆里的西口，从早报上得知自己被通缉的消息，之后还在广播里了解到，警方认为他已经逃向了关西地区，于是他决定留在九州，前往佐贺县谈津市。随后的日子里，西口通过赌博，在赛艇比赛中2天内赚了21万日元。没过几天，西口想到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计谋。23日，西口从佐贺县给警察局寄了一封信，信里写道：请原谅我，我就是抢劫杀人垄断运输公司的罪魁祸首。案发后，我本打算与情妇私奔，但我非常后悔杀了人，决定自杀。警察永远也不会找到我了。东京西口章。2天后，福冈县警方接到香川县警方的报告，称西口从渡轮上跳下自杀，他的外套和鞋子留在了船上。他的外套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。日本海上保安厅在航线周围进行了搜索，但没有发现遗骸，因此警察觉得这是一起伪造自杀事件。10月28日，西口逃到了静冈县滨松市，为了找到落脚的地方，他戴上了黑宽眼镜，穿上大衣，自称是京都大学教授。通过给大学打电话，成功的让女房东藤见由纪和他的母亲春江相信他是大学教授，于是他用假身份顺利的租到了房子。没过多久，害怕被找到的西口离开了滨松市，先后前往了广岛、德山和照京。在广岛，他从一家电器店骗取了4台价值22万日元的电视机，并将其典当，获得8万日元。在德山，他依然自称是东京大学的教授，在那里过了2夜。期间，一名漂亮的女仆告诉他，自己得到了房东太太的许可，可以和西口一起共度一夜。11月14日，西口再次来到静冈县滨松市，女房东藤见由纪以为西口是京都大学的教授，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并准备让他睡到自己的房间里。4天后，11月18日，西口用细绳勒死了女房东由纪和他的母亲春江，并拿走了所有的珠宝、黄金和其他财物。然后他在一家当铺兑换了4万8千日元后逃走。11月22日，国家警察厅决定将西口章列入重要通缉犯特别名单。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特别通缉名单。根据1956年12月日本颁布的重要嫌疑人特别安排纲要，指定那些可能再次犯罪的暴力罪犯都会被列入特别通缉名单，这比警察厅的年度通缉名单更为严重。西口章是历史上第5被记录在名单里边的人，一旦被列入特别通缉名单，就会采取以下措施：与此事件有关的侦查优先于所有案件，调查的大部分费用由国家承担，全国各地的警察总部都有专职调查员负责此案，国家警察署负责协调和交换信息。在上了名单以后，大家可能觉得西口很快就会因为走投无路而被捕吧，但事实上，西口在全国各地光明正大地开启了一场场的骗局。他冒充千叶地区法院会计部官员，在一位61岁的妇人为其儿子缴纳交通罚款时，诈骗了对方6000日元；在千叶监狱冒充律师，骗取被拘留男子50岁的母亲的5万日元保释金；伪装成律师来到北海道的一家西式串联店，诈骗了一名顾客1万5千日元；冒充律师出现在东京都歌舞伎町，以办理保释手续的费用为由，
诈骗一名因证券欺诈而被捕的男子的兄弟4万日元。西口为了能继续冒充律师行骗，他决定偷窃法律证件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律师。西口选择了他在东京地方法院候审室遇到的一名82岁老年律师梅松善吉作为目标。西口先是打电话给善吉，谎称他想申请一起民事案件。12月29日，他与善吉碰面，随后他找了个理由，让善吉带他回到了他位于东京都丰岛区的公寓里。进入房间后，西口从背后猛击了善吉的头部，并用领带勒住了他的脖子，致其死亡，并将尸体搬进衣柜。他抢走了现金、律师徽章和其他价值14万日元的物品。之后的4天里，他一直待在善吉的家里。至此，西口已经杀害了5人，还多次实施诈骗和抢劫。尽管警方出动了12万名警力追捕他，但依然没有任何的结果。1964年1月2日，西口假扮律师出现在熊本县域名的绿光寺，该寺的住持是43岁的古川太流，他同时也是福冈监狱的牧师。古川曾到福冈监狱进行演讲，正在服刑的西口对他记忆犹新。西口介绍自己是川村律师，并解释说他是从东京来支持古川的活动的。当时古川先生正在自费工作，他对西口的支持表示感谢。古川10岁的2女儿琉璃子看见川村律师后，表现得无比震惊，忽然冲出了家门。不久后，琉璃子回来了，他悄悄地告诉父母，川村律师看起来就像连环杀手西口章，他刚才出门就是为了去查看街上的通缉照片。起初，古川觉得就是小孩子在捣乱，还责备琉璃子对客人无礼。后来，长女爱子也去看了通缉照片，确定川村律师就是西口章。2个女儿的话引起了古川的注意，他悄悄出门去查看了通缉照片。回家后，他与川村律师进行了交谈，确认了川村的相貌特征确实与凶手的相貌特征相同。经过更长时间的交谈，疑点也越来越多，古川也开始相信自己面前的人就是一个凶恶的通缉犯。古川这时候开始思考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如果自己拆穿西口，自己的家人就会处于危险之中，如何才能在确保家人安全的情况下报警呢？经过深思熟虑，古川热情地让西口在自己的家里住下，并在交谈中让西口放松警惕。他认为在西口睡觉时报警是最安全的。晚上11点左右，在看到西口的房间熄了灯后，美智子和爱子悄悄去警察局报警，古川留在家里观察西口。然而由于时间太晚，警察告知他们需要几个小时以后才能去逮捕罪犯。警察到达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，对古川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。黎明时分，西口醒来，他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于是马上说自己要赶去福冈，并试图逃跑。然而警察早已在门口等待多时。警察后来告诉古川，西口的计划是杀害他们全家，并偷走钱财，然后再逃往冲绳。最终，西口被捕，结束了他78天的逃亡生涯。警察局长后来说道：12万双警察的眼睛竟然都比不上一个女孩的眼睛。西口章于1925年12月14日出生于日本大阪，父母是从山崎县移居到大阪的，他们都是天主教信徒。1936年，他的父亲放弃捕鱼，开始在福冈县经营一家果园。后来，父亲因哮喘恶化而放弃了果园。1941年，他的父亲又买下了一家温泉旅馆，并开始经营。初中毕业后，西口进入了一所传教士学校，然而他完全无法适应严格的戒律生活，第3年就辍学离家出走。后来，他因多次盗窃和诈骗被送进少年监狱。出狱后，他继续犯罪。1946年10月，20岁的西口与比他小1岁的女子结婚，婚后育有3个孩子。婚后2年，即1948年，他因敲诈勒索被捕入狱，2年后获释。1950年，他因非法持有美元被捕。1951年，他因冒充日籍美国人进行诈骗而被捕。他在狱中服刑5年，出狱2年后，即1959年，又因诈骗罪被捕入狱。36岁那年，他从监狱释放后，开始与福冈县的一名女子同居。大约在这个时候，他找到了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，但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不到1年。随后，他开启了自己的杀戮之路。回到案件，西口于1964年12月23日被福冈地方法院判处死刑。1965年1月5日提出上诉。1965年7月10日，福冈高等法院对上诉进行2次审理。同年8月28日，福冈高等法院维持1审死刑判决，驳回上诉。1970年12月11日，西口被执行死刑。
接下来是谜题时间，你能解开谜题吗？约尔逊和他的2个朋友被海盗捉去之后受尽折磨。海盗喝醉酒之后，为了取乐，竟把他们的手用铁链锁在一只小船上，然后把小船推进了大海。他们漂流了好几天，多亏运气好，终于飘进了一个海湾里。但是由于他们的手被铁链锁在船上，动作不方便，几次想要靠岸都被礁石给碰了回来。这里水不深，但附近有一股激流，很容易把船再次冲进大海。他们想尽了办法，终于安全登上了陆地。你觉得他们是怎么登陆的呢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答案会在下周5评论区公布。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奇案，推荐观看左边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，记得一键3连，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